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。故事马上开始。等沈之恒和沈晓换好衣服从柔道教室出来时，林阮清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。哎，嫂子来了。沈晓率先笑着挥手。你来了。沈之恒走过去，自然地揽住林阮清的肩膀。林阮清看了他一眼。一会儿打算去哪儿吃？看沈晓想吃什么。不用考虑我了，我已经跟若曦约好吃汉堡王了，你们俩去约会吧，我可不想当你俩的电灯泡。沈晓调皮地眨了眨眼。那好，让老徐送你，别回家太晚。沈之恒嘱咐。哦，好，那我走了，回见。沈晓挥手离开，步伐轻松而愉快。林阮清看着身边的沈之恒，好奇道：你怎么也开始练柔道了？沈之恒侧过头看他。保护自己，也保护你，省得以后又有人打你的主意。他略带坏心思地挑眉。要不你也一起练？我还是算了，我不喜欢摔来摔去的。沈之恒，你到底想吃什么？沈之恒凑近林阮清耳边。我想吃掉你，可以吗？林阮清的耳尖一下就红了。正好现在沈晓不在家。沈之恒继续低声聊。你说好不好？林阮清瞪了他一眼。你刚练完柔道不累吗？累是累。沈之恒耸肩。可要是吃你，我随时都有力气。去你的！林阮清被他说得羞赧。你现在嘴巴越来越会说话了。没办法，哄老婆开心是老公的必修课。老婆。林阮清听到老婆两个字，又羞又臊。沈之恒见状，眼里明显带笑。林阮清咳了一下。还是先买点吃的吧，要不然一会儿会饿。行。沈之恒牵着他的手。前面有家港式餐厅，炒饭不错。好呀，那就那家。于是两个人去了港式餐厅，打包了一些饭菜。之后径直来到了高层公寓。两个人一进门，欲望便占据了主导，他们迫不及待地互相脱去衣物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一看到你就开始忍不住，你真是让我着迷。沈之恒低语着，温柔的吻沿着林阮清的颈线滑下。你那边还好吗？上次之后还有不舒服吗？林阮清摇了摇头。恢复期越来越短了，看来你身体越来越适应了，而且我能感到你越来越会放松了。林阮清听着耳边沈之恒的聊骚，浑身的热开关瞬间被打开，胸脯急促的一起一伏。说你喜欢我。我喜欢你。叫我的名字。沈之恒。说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。随着林阮清的理智和痛感被极致的愉悦取代时，一切都有了新的解读。沈之恒之前那些兽性般的强势，曾让他感到痛不欲生，但此刻却变成某种恰到好处的沉沦。他就像在海里被欲望的潮水狠狠吞没，随后又被小心托举。这么一起一伏达到顶峰的感觉，让他整个人都在抑制不住的发抖。周一上午，陈泽宇站在沈之恒办公桌前，汇报魏潇案件的进展。警方早就盯他很久了，这次证据确凿，魏潇基本没翻身的可能。魏潇是否有供出沈建明？没有，关于他，魏潇什么都没说。哼，嘴还挺硬。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条线不能断，继续跟，看看拔出了魏潇这颗萝卜能带出多少泥。魏潇被捕，意味着沈建明的妄图控制舆论的计划落空了，同时他肯定会想尽办法跟魏潇的势力切割干净，所以你动作要快。是的 boss。 虽然魏潇目前什么都没说，但是你我都清楚，他们曾经狼狈为奸。沈之恒目光一沉。魏潇出了事，沈建明坐不住了，想赶快了结老城区这件事，所以才会把原本定于1个月后举行的董事会辩论提前到了下周一。就剩这最后1周了，这多少打乱了我们的节奏，希望林阮清他们能抗得住这次挑战。沈之恒顿了顿。好了，把林阮清他们叫来开个会。是的 boss。 10分钟后，林阮清他们4个人陆续来到会议室。各位。沈之恒的声音沉稳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紧迫感。董事会提前了辩论时间，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最后1周了。林阮清、顾一成、唐思妍和梁志远4人相对而坐，大家大眼瞪小眼，这意味着所有的计划瞬间被按下了加速键。就剩这1个星期，意味着所有数据模型、分析逻辑、最终 PPT 都必须在本周5前完成。林阮清边说边迅速在白板上写下新的时间节点。顾一成推了推眼镜。
我的结构化调整方案需要重新跑交叉验证，起码得30个小时。他抬眼看向林阮清，语气罕见地带着一点烦躁。我现在必须立刻优化算法，不然我们根本赶不上下周审查。你先别急。唐思妍放下自己手里的咖啡杯，顿了顿，看向顾一成。你算法优化到哪一步？我可以先把部分数据整理得更规整，让你的模型跑得快一点。顾一成怔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行，如果有你那边的预处理，我能节省不少时间。一旁一直沉默的梁志远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，然后抬头。我们今晚都跑不掉了，你们负责数据和模型，我来把文化特项专案整理成能打动董事会的版本。他看向唐思妍，但我需要最新的数据支持，否则我做出来的只是空壳子。没问题，你随时来取数据，我实时更新。把你们的复杂数据综合在一个 PPT 里，还要图形化、具象化，能让所有人秒懂并能接受。加班是必须的了。林阮清叹了口气，顾一成瞟了一圈眼前的人，嘴角终于松动了一点。所以，我们4个今晚开始就要在公司通宵了。废话，要不然呢？唐思妍喝了一口冷掉的咖啡，梁志远轻轻叹气，带着微不可察的笑意。虽然事情多，但是有大家陪着我也不觉得很难过。4个人对视一眼，互相笑了笑。林阮清深吸一口气，好，这周大家肯定都得加班了。沈总，我们也需要您的支援，因为我们需要您对核心议题进行最终裁决。需要什么，直接开口，我与你们一起。沈之恒语气坚定。会议结束，一场围绕着时间极限的攻防战正式拉开了帷幕。从这天起，他们的生活就变成了从白天到深夜的循环。键盘敲击声、低声的讨论成为工作主旋律。林阮清在白板上列出的任务清单，每一个划掉的勾都来之不易。沈之恒一直陪着大家加班，陈泽宇负责每天晚上夜宵投喂的特别任务。他每天换着花样投喂这群加班狗，将后勤保障做到了极致。菜谱每天不重样。周一是热气腾腾的广式砂锅粥，暖胃又驱散疲劳。周二是鲜蔬牛肉粒盖饭，配上冰镇的柠檬茶。周三是清爽的日式寿喜锅。周四，陈泽宇带来了网红甜品站的限量蛋糕和奶茶，这是沈之恒特别交代的，给他们一点甜头。星期五下午3点半，林阮清深吸一口气，点击了电脑屏幕上的保存键。屏幕上是最终版本的 PPT， 每一个数据都经过了好几遍校对。他抬起头，疲惫而又骄傲地对组员说：好了，报告顺利结束，大功告成，完美收官。会议室里先是短暂的寂静，随后爆发出一阵低沉而兴奋的欢呼。顾一成直接把马克笔丢上半空。我靠，我们居然做完了！这时，沈之恒推门走了进来，他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只是看着这4张略显憔悴却眼神发亮的面孔。各位，这5天你们的表现优秀，配得上年度最佳团队这个称号。现在，我以总裁的身份命令你们立刻回家，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，备战周一。好的，沈总。唐思妍抱怨道。沈总投喂的太好，这1周的时间我长了5斤，胖死了。梁志远拿起相机给他拍了一张。你怎么又拍我？女生丰满点，好看。我不管，你给我删了。梁志远，听见没有？不删，不删，就是不删。林阮清看着他们闹成一团，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出了会议室。沈之恒也跟着走了出来，对林阮清说：你跟我回家吧。我这2天想在家加班，演练几遍。那我陪你。也行，那明天你来饺子馆找我吧。好。